宁国公府与靖安侯府结亲喽！哎呀，手脚都麻利些。哎呀，别耽误了吉时。稳当些，稳当些，这几样可忌讳着呢。快看那笔玉如意，明家小小姐乃上京第一贵人，其父靖安侯又掌管着阳西路兵权，这等排场自是应当。底成良缘，定成佳偶，靖安侯府大喜喽！小姐，令国公夫人已带着下聘之礼入府了，不急，且让她候着。这位就是令国公夫人。夫人，您慢些，除了她还能有谁？这般声势浩大，是恨不得让全上京都知道。小心脚下。你们俩两家好事将近吧？能与靖安侯府结亲，任谁都会如此。小姐，这门亲事您当真要应下？谁说要应下？梁家此番结亲本就居心不良，根本就是看中阿耶的兵权。且那梁子轩早就与自家表妹私相授受，珠胎暗结。这样的亲事，我若答应，才真是糊涂透了。这几双是童生庄送来的，掌柜的说了，小姐眼光独到，穿什么什么就风靡上京。他还等着你选中了那双，店里好赶制同款呢。纹绣虽都精美，但这用料垂软，挺阔不足，并非锦中上品。这鞋头点缀的珠饰，虽力大饱满，但却韵彩不足，也并非掌柜那日所吹嘘的海珠。罢了，就这双云头履吧，虽素净了一些，但所用丝线却是上乘。哎呀，劳烦姑娘啊，再去给通传一声，小小姐如若还不来，吉时就要过了。小小姐正在书中，还请夫人稍后。翻来覆去就这一句啊！叫夫人久等，是阿谭的罪过。不打紧，几盏茶的功夫，快瞧瞧，我们明坛花容月貌、知书达理，这么好的姑娘，可不得赶紧迎过门去啊！这门亲事早就由素相做主定下，又有玉佩信物为证，夫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小小姐，这是聘礼单子，您过目。国公府真是大手笔，阿谭何其有幸，能得国公爷和夫人如此厚爱。明坛，什么好的你都配得，不然怎么都说小小姐您好福气呢？我当媒婆这么些年，还从未见过上京哪个夫家这出手这般阔绰的。哦，原来是你一手操办的。是啊，难怪了。这些首饰皆出自错金阁，而非上京最有名的望珠阁。这几匹料子也是去年的锦缎，如今上京早就不实行了。这般鱼目混珠、滥竽充数，想必从中抽了不少油水吧？哎呀，小小姐，这我哪敢啊，可不敢。夫人，并非阿谭挑剔，只是这下聘之礼极有讲究，关乎着婚后的好意头与夫妻和睦。可今日这聘礼，知道的说是媒婆办事不力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阿谭高攀了国公府，不受未来夫家待见呢。哎呀，明坛，哎呦，明坛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回头我定亲自重下聘礼，不让你受半分委屈。只是今日全上京都瞧见了我登门下聘，若事不成，梁家可就颜面尽失了。
夫人放心，明家定不会为难国公府。哎，来。怎么回事？披燕散，白头男，这可是凶兆大不吉呀！嬷嬷，阿谭年纪小不经事，这可怎么办？不知夫人可是算差了下聘的日子和时辰？这好好的屏风怎会突然倒下，还惊飞了聘宴？定是老天爷示下，要我们避开今日。这两家虽已交换了定亲信物，可聘礼未齐，礼书又毁。今日下聘，自然做不得数。那我们侯爷虽不在京中，但小小姐的亲事也马虎不得，还请国公府重备聘礼，另择良时重新下聘。方才咱们这一出，梁家当真不会起疑吗？起疑又如何？阿爷回京之日已近。梁家何必这般急不可耐？还不是他们心中有鬼。梁世子做出这等不光彩之事，梁家不但为其隐瞒，还若无其事的前来下聘，当真是半点都不心虚。总之，明梁两家绝非同道中人。这桩婚事，本小姐退定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梁府那边有动静了，说是梁世子要带表妹去寒阴寺祈福。快备马车！撤！弯刀杀戮，剑血封号。你们是海幽门的人，敢劫我定北军军需粮草，阻本王回京之日，整个大弦也没有几个。你们是受梁家指使？去问阎王爷吧！杀！看来东周一战，定北王伤得不轻啊！他往寒烟寺方向逃了，本主有令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入京。是。
小心些。听说这惠济堂祈愿颇为灵验，上京许多妇人为了自家的孩儿，都会特意前来。我也想来许久了。都是母亲平日看管太严。今日母亲去明家下聘，只要在她前头回来，就没事了。表哥，给咱们的孩子取个名儿吧。我听闻明家小小姐事事挑剔，对府中下人尤为苛刻，定然是不好相遇之人。真不敢想，待她入府后，我和孩子会是怎样的光景。表妹多虑了，放心，大婚之后，我一定名正言顺的纳你入门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伤害你们母子的。他怎么还好意思编排小姐年？他编排的是梁子轩未来的正妻，又不是我。待我退了这门婚事，他爱编排谁就编排谁，左右都与我不相干。他们肯定在木牌上留了名讳，待我拿到这个实诏，就不怕退婚时他们抵死不让。太好了，我小姐盯了梁府这么久，快！来，苏仙，你在外头好生守着。可画邀您观看韶华若锦，控油蓬松，强韧防断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，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怎的破了？哎，羞死人了！方才多谢阁下。不必。快，这边也要奏，都跟上，快点！是。大人，不知大人前来有何要事？本县尉何须向你个小丫头解释？大人，我家小姐正在里头祈福，不愿旁人打扰。祈福又如何？要紧的过本县尉办案。是他引来的。若眼下开门，
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如何还变得轻？大人，大人可认得此令牌？寺中进了盗贼，本县尉身负此地巡防之职，自要搜查贼人，并将其捉拿归案。大人这般大举搜寺，可有京兆府牒文？若无牒文，大人此举莫不是犯了我大显律法？事发突然，不及请示牒文，盗贼是否在此，一搜便知。寺中香客多为京中高门贵女，大人若莫名，搅了我等祈愿大事，与你有何益处？我家小姐今日是特来为靖安侯祈愿的。小姐入内后，我一直守在外头，休说是盗贼，就是人影也未曾见过。大人，这档差事本就不宜张扬，寺中的这些贵人，咱们也不好轻易开罪啊。尔等抓捕定北王，切忌隐蔽行事，不可暴露。一旦发现，交由海幽门处置。方才不知里头是靖安侯府的小姐，实在是多有得罪。既然此处没有发现可疑之人，那尔等就随我去别处搜寻。是。走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嗯。啊，小姐，我们走。靖安侯府。小姐，咱们马车上好像掉下个人。啊？怎么是你？你受伤了？跟扶大小姐的马车一同入京。小姐，啊，小姐，别动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想死就赶紧走。小姐苏醒，车夫呢？车夫，车夫！这一路我都布了人，你逃不掉的。鼠雀之辈，竟还与贪官勾结！杀！
怎么没声了？啊！可否大小姐的马车入京？你可有性命之忧？死不了。那就好。我大显向来注重名节，若是孤男寡女共乘一车，岂不有损名声？何况你我素昧平生，你是何人，从何而来，是好是坏，要做什么，我都一无所知。有话直说。不可。我看起来像恶人？像。不像。神父，没事了，快出来，送小姐回府。喂，好。哎，素心，你把水囊和伤药给方才那位公子。香气馥郁，可是点了兰破香？是，小姐今日受了惊吓，这兰破香舒心沁脾，有缓心凝神之效。阿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怎么去个寒烟寺，还遇到杀手了？哎呀，一定是今日出门忘了看黄历了。不过好在有惊无险。我看呀，你就属于那梁子轩犯冲，若不是因着他，你也不可能去这一趟，更不可能遇到危险。今日虽险，但却并非一无所获。哎，这祈愿牌呢？啊，什么祈愿牌？我吴恒玉也不见了，定是躲避杀手时不小心遗落了。那可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证据。姑父可是要回京了。正月18，阿爷必归。哎呀，那没几日了，只怕在这之前都见不着梁子轩和珠儿一同出府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祈愿牌。哎，阿唐，那荒郊野外的，眼看天也要黑了，上哪儿去寻啊？再说，就算去了，也未必能寻到。可我若是没有他们二人私通的实证，即便阿姨相信我的一面之词，梁府也断不会承认，更别说退婚了。哎，我有办法。既然他们不出府，我们入府便是了。我就不相信，偌大的令国公府还找不出半点证据。可，如何才能入得令国公府啊？下次咱们去另一家啊。这是你的菜。多谢。阿谭见过义父义母。谭儿来了。谭儿来了，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快坐，快坐。这是文涛阁新出的时令点心，快尝尝。若是喜欢，一会儿让人多带些回去。义父有心了，在哪儿都惦记着阿谭爱吃甜食。上元节将至，阿谭准备了节礼，还望义父义母莫要嫌弃。义母，哎呀，谢谢谭儿。哎，哎呦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哎呦，这臣子甚好。义父义母中意就好。谭儿长大了，哎，都已是要嫁人的年纪了。啊，说起嫁人，听说梁家下聘之时，出了点意外啊。义父义母，阿谭正想与你们商议此事。好啊。令国公夫人本是真心诚意前来下聘，未曾想，先是聘礼出了纰漏，后又碰上聘宴飞散。事后想想，阿谭实觉此事有失侯府体面，亦凉了国公夫人一番心意。阿谭本想登门致歉，可又觉着若独自一人前去，实有不妥。这有什么？谭儿既有这份心，
义母就陪你走一趟。那就有劳义母了。我家檀儿有心，生怕下聘时的意外让你受了惊，特地备了礼，让我陪她来一趟。老姐姐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下聘出了岔子，本就是我们梁家办事不周。我已经换了上京最好的媒婆，正琢磨着是否先将礼单送过去，让明小姐过目，由你定夺呢。礼单我帮你瞧便是。檀儿是靖安侯唯一的嫡女，我与相爷拿她当亲女儿般疼爱。是，这婚事自不能马虎。需你费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对了，夫人，蓉儿姐姐可在府中？我新得了一副古琴谱，想请她指点一二。在，我这就让人唤她过来。快去，不必麻烦，我去寻她便是。正好，夫人也可与我义母好好说说提起话。好，灵儿，快去给明小姐引路。是，千万伺候好明小姐，不得有任何疏漏。明小姐，这边请。那边就是蓉儿小姐的院子了。哦，那这东边是什么地方？这处又是？东边是老爷夫人的院子，这处啊是我们世子爷的书房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奴婢灵儿，今年17。灵儿，仔细一瞧，竟是个美人胚子，皮肤也是吹弹可破。你可是用了胭脂？奴婢未曾用胭脂。那你为何如此白里透红？瞧你这双手也是。这手便是我们女子第2张脸。奴婢平日干活惯了，双手自然粗糙。都说双手红润乃旺夫一家的富贵命。你与我年纪相仿，想来国公夫人也会很快为你婚配，这可关乎着你的终身大事呢。可我每日都要干活，这手自然没法和小姐们相提并论了。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有一个方子，只要你晨晚坚持使用，我保证你的手定能焕然一新。明小姐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。你只需要取来益母草、白术、豆蔻，还有珍珠粉末，我现下就教你调配方子。可我就在蓉儿姐姐院子里，你取来之后，正好我也能为蓉儿姐姐调配一些。那灵儿去就来。书房打扫了吗？哎，马上就来，快点，抓紧点！快点，抓紧点！是你？阁下手下留情，我是府中之客，只因迷了路才误入此处。若是我离开太久，梁府定会生疑，届时还会给阁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不如阁下把我放了，我定会守口如瓶。全当今日不曾见过。唯有一种能够做到真正守口如瓶。我保证，只要阁下把我放了，不伤及我，我这就回府，从此大门不出，缄口不言。我压根就没入过梁府书房，也没见到什么密室，更没瞧见任何人。姑娘巧言善辩，
实在难以令人信服。先前被官府追捕，现下又潜入梁府密室，看来此人是盗匪无疑，得换个法子对付他。阁下此举想来也是无奈，你不想让梁家人发现，我也不想。我冒险来此，亦有我的难处嘛。既然你我皆有目的而来，不如我们就各取所需，互不干涉。速速离开。该找的地方都找了吗？都找了，东西两院都不见明小姐的身影，也不知道她能去哪儿。这看个人都看不出，若是惹得前厅那位生姨失了素香的信任，我唯你是问。这是官爷，难不成立国公一直在暗中贪墨敛财？原来你是要偷盗官爷，这可是重罪。既是生活不易，拿些珠宝典当足矣，切莫贪小失大，惹了官司可就麻烦了。与你无关。若我抢先去揭露了此事，梁家会如何？待事情闹大，梁府也断无再与我冥府联姻的可能。此事确实与我无关，那我便先行一步，阁下保重。站住！你想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你别过来！这不是你该拿的。既是各取所需，你便无权干涉。这么多银两还不够你偷的。姑娘要的东西不在此处，若再不走，小心惹祸上身。偷盗之辈，还如此理直气壮，真是见所未见。姨母怎么来了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在房中坐久了，想去花园里走走。轩儿呢？我近日口中无味，想吃甜食，表哥非要出府去给我买。今儿你就别出门了，回房好好休息吧。可是出什么事了？府中之事你莫要过问，安分守己就是。你也别怪姨母管得严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和轩儿好。姨母放心，珠儿知道分寸，珠儿定不会给表哥和梁家添麻烦的。你留下来守着表姑娘，来。表小姐，我扶您进屋。要带走这么多银子，阁下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悄无声息地避开众人耳目？若是阁下需要，我可以引开众人，方便阁下行事。我只求一定官银即可，别的我绝不争抢。不必。阁下可是已想好了对策？不曾。脱身式打草惊蛇乃是常事，谁也无法确保万无一失。姑娘若再不走，便是在下同党，人证物证俱全。我不过是想要一锭银子做证据，又不是与你分赃。这么多银子你唾手可得，为何这般小气？这笔银子，不论你拿1锭，还是1两，都会遭致杀身之祸。你若想留下，替我担此盗窃之罪，我并不介意。我走便是。阿谭，阿谭，醒醒啊，阿谭，阿谭，敏敏，你可算是醒了，
你要是再不行，我就要冲到令国公府找他们算账了。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是你义母和令国公府家的把你送回来的。我和素心见你被抬着进来的时候，都要吓晕过去了。还好大夫说你只是受了惊吓，晕厥而已。那我义母呢？你义母他们守了你好几个时辰，看你还未醒，只好先回了。哦。梁家可有什么异样？该我问你才是。你怎么会晕倒在梁子轩的书房？书房啊？我不是应该在密室吗？阿谭，你可是发现了什么？确有发现，但我并未拿到实证，还不如没发现。都怪那个鬼见愁，3番5次坏我钥匙，若不是他，我早就拿到实证了。鬼见愁，那又是何人？先不说了，素心，小姐醒了，你没事吧？派人盯紧梁府，下人们一直都按小姐的吩咐盯着呢。眼下不仅要盯着梁子轩和珠儿，梁府上下所有人，但凡有任何风吹草动，都必须及时来报。是。阿谭，梁府可是出了什么事？眼下未出任何事，不代表日后不会受其牵连。这婚若再不退，保不齐明家要无端惹祸上身了。这银子，我的银子呢？这怎么会这样啊？老爷，是定北王。定北军欠饷近100万两，今从贵府收赃不过9牛1毛，其余账目日后清算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定北王怎么会在上京啊？2年前，户部侍郎贪没军饷，定北王回京，直接就取了他的首级。眼下，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这军饷又不止我一家有，此事牵涉之广，恐怕连陛下都不敢查，他又岂敢胡来？就怕这定北王是有备而来。见过苏夏，苏夏，见过苏夏。下官见过苏夏。见过苏夏。苏夏，谭儿，九柔，许久未见。娘，方才李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定是打着主意想当众提及明梁两家的婚事，我就当未曾听见，全然不给他这个机会。脸皮可真厚。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还能这般若无其事，真是沉得住气。阿谭，看样子这凤昭郡主还在为金菊宴上的花烛之争记恨你呢。不过是宴会上众人起哄的一个虚名罢了，怎值得他这般啊？再说，最后花主不还是他得的吗？那他都当众下脸了，谁还敢跟他争啊？也就他在意这些。皇上、皇后到！皇上、皇后，圣公万福。众卿平身吧。谢陛下。
上元佳节，意在团圆。日前东周大捷，定北王重创北呵，收复失地，还我大显边境安定祥和，百姓团圆。此等乐事，自当君臣同乐呀。陛下仁厚爱民，实乃我大显之幸，百姓之福。陛下圣明。来，满饮此杯。今日上元宴，唯少一人。定北王为我大显浴血奋战，苦守边关多年。今日，他若是能回来，那才算是真正的团圆。陛下，东周一战，定北王居功至伟，老臣斗胆。还请在座的诸位以杯中美酒遥祝远在苦寒之地的定北王君。好。定北王到。定北王怎么突然回京啊？圣上似乎并未下过诏令啊。难不成是北地出事了？东周大捷不过数日，不应该呀。臣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朕还以为是听错了，当真是你。赐座。王爷，请饮酒。相看白刃血纷纷，死节从来岂顾勋。臣特以此酒祭奠在东周战死的定北军英灵。今日上元佳节，诸位爱卿不必拘礼。定北王如今凯旋，正好圆了朕方才所盼，可谓是好事成双啊！久闻定北王殿下骁勇善战，为大显立下赫赫奇功。臣女梁蓉儿愿献一曲潇湘水云，以敬殿下。小女不才，献丑了。既知丑，就别献了。若是我呀，定要找个洞躲起来，这辈子都不出来见人了。还不快回座！定北王所言极是啊，小女自不量力，冒犯了王爷。老臣回去后定会对他严加管束。令国公府该加以管束的，又何止这一人？阿谭，这定北王是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？我倒是想。陛下、娘娘，定北王殿下在宫中长大，乃陛下伴读，什么雅音天籁未听过。梁蓉儿的琴艺自是不入流，不过上京的琴艺翘楚，今日也在席，殿下不妨一听。靖安侯府明坛
师承名家，琴艺高超，乃上京人人称颂的琴艺之首。不如让他为殿下抚琴一曲，也好让我等沾沾光，一饱耳福。凤昭这提议着实不错，那就请名家小姐为我等抚上一曲，以庆上元，更贺定北王得胜凯旋。臣女多谢皇后娘娘抬爱，只是今日入宫，臣女既未备琴，也未提前谱写庆贺之曲，贸然献曲，只怕会惊扰了圣驾，污了定北王的耳。偌大的皇宫，还怕找不出一副好琴？你若嫌弃，我就差人去太后宫中取她老人家的交尾来。本王回京，不是来听这些靡靡之音的。陛下，臣此番回京，还带了个人，想请陛下一见。召。召！咪咪，怎么了？是死尸。这定北王竟比传闻中的还要蛮横霸道。何止如此，听闻他暴力自碎，冷血滥杀。若是哪家女儿嫁去了定北王府，只怕整个上京的闺阁女儿家都要向他致谢了。定北王，你这是何意呀？陛下与陈宫既有要事，那臣妾携女眷先行告退。这定北王一言不合就抬死人上殿，真是一点都不知道避讳。都说定北王是战神，我看是颜若还差不多。今日梁蓉儿也是倒霉，大巴往上凑，反受了顿羞辱。蓉儿，别哭了，定北王不过是有意搅局，借机发难罢了。敢问夫人，定北王何故要对梁家发难？可是国公府出了什么事？没有的事。都说定北王向来脾气古怪，我家蓉儿不过是恰好撞到他刀口上了。脾气古怪，也未见定北王为难旁人。是啊，方才明小姐不愿献曲，定北王也没说什么，怎的偏要和梁蓉儿过不去？我看他就是专门寻定国公府发难的，莫不是国公爷做了什么对不起定北君之事？若真如此，方才定北王为何不直接问罪？走吧。明檀，你莫要听信这些闲言碎语啊！定北王回京，定有他自己的考量。这等朝堂之事，岂是我等能胡乱揣测到的？夫人放心，国公府若是清清白白，自可高枕无忧。就是，夫人这般着急解释，倒是有些此地无银300两了。阿娘，陛下，东周一战险象环生，若非定北军将士拼死一搏，北河大军已踏足大险，剑至赣州。此战中，有朝廷官员与北地山匪暗中勾结，设计劫了定北军的最后一批军需，
臣为彻查此事而归，途中却遇这荆棘县尉，百般阻挠。即便如此，也该着大理寺查问清楚，定北王何故私自取其性命啊？本王去拿这吴县尉时，他已被灭了口。你该去问，凶手究竟是为何？为何要贪赃枉法？为何要杀人灭口？为何为了一己之私，置定北军数10万将士的安危于不顾？定国公，老臣在。已可知为何？王爷，您真会说笑。老臣与这吴县尉素昧平生，也从未参与军需押运事宜，老臣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原委啊？承恩侯，陛下，京兆府治下竟出了这等吃里扒外的奸佞之徒，臣与众京畿县令实难辞其咎。臣定会彻查此事，肃清府衙，定再不叫贼人钻了空子。是啊，陛下。定北王言下之意，这杀害吴县尉的凶手，便是阻你入京之人，亦是劫掠军需的幕后主使。陛下明鉴，臣回京途中遇海幽门杀手伏击。试问小小的京畿县尉，如何有胆识与海幽门勾结？况且定北军军饷被拖延亏空多年，绝非一人可成之事。臣想一查究竟，这才擅作主张，回了上京。本王久居边关，粗莽惯了，搅了诸位雅兴。诸位都是为国为民的立为良臣，想来定能体谅。待本王了结此案，定要那主谋向诸位告罪，亦会以其头颅血祭我战死东周的定北军亡魂。阿旭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都不知会往民生？是啊，你想突袭也不必连我们几个都瞒着吧？对了，阿旭，你此番回京是何打算？预备待多久？定北军群龙无首，定然是待不了太久的。不过，军需被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军饷发放、军需运输，其中牵连甚广。阿旭，你此番可是无诏入京，想要彻查此案，恐怕并非朝夕之事。阿禄，你可是刚刚升任殿前司副都指挥使一职？你人在北地，消息倒是挺灵通的。今夜可要当值？当什么值？你多少年才回来一次？今天咱们4个一定要好好聚聚，喝他个痛快啊！说得不错，我这就去找阿玉，让他备上好酒好菜。哎，聚自然是要聚，不过你也顺便借我些人手一用。你是要动令国公？你慌什么？就你那样子，明眼人谁瞧不出端倪？捉贼拿赃，只要江旭手里没有赃银，便奈何不了你。纵使吴由生前透露过什么，也无济于事。可是那些赃银已经落入了定北王的手中了。你说什么？可画邀您观看韶华若锦，控油蓬松，强韧防断，中国拉芳冠军之选，拉芳带您进入正片。昨日我回到府中，才发现那银子早已不在府中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为何不早说？我早就劝你莫要再染指贪墨之事。你
偏偏贪心不足，自食恶果。相爷，您可得给我梁家指一条生路啊！江旭此人不达目的，定不罢休。他能从吴县尉那儿查到的，无非是你和承恩侯。你们二人，我至多保一个。令国公只是个开始，杀鸡儆猴罢了。杀鸡焉用牛刀？你此番回京，那些老狐狸必定会紧盯不放。佣人多有不便，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说便是。相爷，下官对您一向忠心耿耿，您可不能弃我梁家于不顾啊！本相若要弃你，又怎会将靖安侯这道保命符留给你？定北王即便要动手，也会先摸清明家的底。若不是你梁家与明家有婚事牵连，今日就算本相也保不住你。哎呀，多亏了相爷为我梁家着想，未雨绸缪啊！令郎与明坛的婚事若再生变故，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。哦，好，一定，一定。肃相夫人，老爷，聘礼都准备妥当了，这回下聘绝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老爷放心，这一次啊，咱们可下了血本了。那日肃相夫人也看过礼单，绝无差错。那就好啊！无论如何，明坛那丫头都得入我梁家门。老爷，今日宫宴上，定北王故意针对咱们，任何人都瞧得出来，明坛自然也会生疑。万一他在查探揪出珠儿一事，珠儿留在梁府始终是个变数啊，得想办法彻底的除了这后顾之忧。老爷，说来也怪，定北王既然从咱们密室将银钱尽数取走，又为何不在御前直言揭发呢？他那是忌惮我们和明家有婚事牵连，只是暂时的隐而不发。若轩儿与明坛的婚事落定，那我们便多了明家这层倚仗，定北王便会投鼠忌器，不再轻易发难了吧？没错啊，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明坛得尽快的过门才是啊。没想到梁家如此下作，梁家迟早会发现我是故意为之，有意刁难。嗨，怕什么？我最看不惯李氏那假惺惺的嘴脸，一面装的若无其事，一面藏着珠儿掩人耳目。他们梁家真是能演会唱，个个都演技了得。幸好提早看透了他们，悬崖勒马，为时不晚。哎，阿谭，那日你在梁府究竟发现了什么？有何收获？欢，嘘，怎么走？怎么了？梁府司涉嫌贪墨，私藏官银。私藏官银？你小点声。你动静小点。
竟敢私藏官银！我亲眼所见，岂会有假？只不过这官银不知去了何处，这珠儿或者官银，我都未能拿到实证。但我敢肯定，梁府之所以这么着急下聘，就是为了拉们家下水，借阿爷之事脱困。令国公这老狐狸真是奸诈，这婚能赶紧退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哎呀，急也没用，退婚之事还需谋定而后动。坐。啊，只要珠儿仍在上京，此事就还有希望。宫宴之上，定北王公然针对梁家，他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你说我们若能借着定北王的东风，也不是不可能哦。可定北王此人目中无人，善恶难辨，求他办事，定是比登天还难。也是。退婚也是不易，想不损名节的把婚退了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待排除万难成功退婚，届时我应当如何行事，才显得清白刚烈些？我记得李家五姑娘被退婚时，亲自上夫家断发明志；方家的三姑娘呢，一根白绫上吊自尽了。倒也不必如此刚烈。这姑娘，这是哪家的小姐？如此有权？应是靖安侯府和昌国公府的小姐。世家联姻，向来都是利益为先。这姑娘看得倒挺明白。阿雪，贪墨官银的罪魁祸首，当真是令国公吗？令国公确是贪墨之人，但并非背后主谋。阿旭拿他开刀，是想以儆效尤。只是你也未曾想到，这中间会牵扯上明家吧？所以你迟迟未动令国公，真是因这两家的联姻啊？那又如何嘛？不过一纸婚约，就算是真成了亲，也有的是法子撇清干系。你当这个婚是说退就退的？这中间牵扯的可多了，旁的不说，就光这姑娘的名声便必定有损。你让人家日后还如何一情则虚啊？倒也不难。眼下就有3位现成的良婿可选，就看你们谁能点头。阿雪，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？是啊，这玩笑开大了。唉，这世道真是不公，明明是男人的错，可为何名誉受损的却是女子？就是。阿谭，即便你今日能把梁家这桩婚退了，你义父也还是会给你安排其他的婚事，不是这家的权贵，就是那家的高门，你总逃不过。谁又能知道下一个相比梁子轩会是如何呢？你放心，既有此事，我定不会再由他人左右我的婚事。与其盲婚哑嫁，不如亲自择婿。这主意好。其实细细思量，上京能与你相配的贤夫良婿也并不是没有，比如右相家的二公子，风度翩翩，文采斐然，品行高洁，前途无量。我听说，以他的才华品貌，何该是荆轲探花郎的不二人选？齐大非哦。择婿之事，我有我自己的考量。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家世相貌自不必多说，还需有仕途，有抱负，绝不可虚度光阴，游手好闲，这是最低要求。品性须端正，用情须专一，为人须秉节持重，断不可拜高踩低，趋利忘义。那这也是必须的。此人定不能畏惧权势，须正直敢言。若我或明家一朝有难，他定当不离不弃，相扶与共。如此想来，整个上京，不，整个大显，恐怕只有一人与你相配。谁啊？定北王。他绝无可能。也是，不大可能。但是你看，他军功赫赫，要前途有前途，要抱负有抱负。宫宴一事，足见他不畏权贵，敢于直言。至于家世相貌，更不用说了，不全符合你要求吗？他的家世相貌，你如何这般笃定？他明知要入宫面圣，却连鞋都不换，带着一身泥泞就进了大殿。这定北王若非狂悖粗俗，便定然是家徒四壁。且他的行事做派，实在是太过暴力张狂。你不能要求旁人与你一样，
处处精致，尽善尽美。可此人的品行确实存疑。若他当真与令国公有仇，为何要波及无辜家眷，当众瞎了那梁蓉儿的脸？这不正大快人心吗？我看你也是一脸痛快模样。那自然是极其痛快的。嘿嘿，这就对了。定北王一来就替你出了一口恶气。这么一想，晋安侯嫡女和我大显战神定北王，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可这也足以证明此人狂悖粗暴，目中无人。我才不想像梁蓉儿那般被他当众嘲讽，丢脸失小。可若是哪天不小心惹恼了这位王爷，丢了性命，甚至是死不瞑目、魂魄难安，都极有可能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？反正他绝非我良配之选。这说的你这太过分了！我们阿旭怎么就粗鄙狂妄，绝非他良婿之选了？这不得找他说道说道？非他良配，实乃本王之幸。若娶此女子为妻，才是本王瞎了眼。好像花车游街要开始了，咱们去瞧瞧。走。我去瞅瞅，去吧。禀夫人，明家小小姐和昌国公府的小姐一道去了南御河街，奴婢同明府的下人打听过了，说是两位小姐一早便约好了要游街观灯。游街观灯，他竟还有这般闲心。下去吧。是。若明家没了转圜的余地，那这门亲事也就板上钉钉了吧。阿塔，你看，真好看。小姐人呢？哎，阿雀，你要拿人，为何不用禁运卫啊？我正好将他们交还给你。哎，替你打理了这么些年，我都有点负担不起了。你看我也无用，这么多年你捡了多少个孤儿回来，全都丢给我照料。别玉楼都快成禁运卫据点了，丢给我也就罢，但是你不能一文钱不给啊！如今别玉楼加上文涛哥赚的银子，都抵不上他们的开销了。我怎记得当初你接手的心甘情愿，这些年也未见你撂挑子呀。我任劳任怨，大公无私。哎，阿塔，你看来了。阿塔，我们去下面放花灯好不好？好。谭妹妹，哦，还真是你啊。那这位想必就是免妹妹了。谁是你妹妹？世子是如何认出我的？前段时间媒人送来的画像，将谭妹妹画得栩栩如生。更何况谭妹妹乃熠熠明珠，纵使轻纱遮面，也难掩风采。
在下又岂会认不出？素心寻不见我们，该着急了。梁世子，恕不奉陪。府上的张吉怎也在此？抓贼呀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这些也是你安排的？不是。别跑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我是冤枉的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抓个人那么费劲，平日里饭都白吃了。张吉乃令国公心腹，自不是什么善茬，今夜灯会鱼龙混杂，拿人并非易事啊。酒，改日再喝。这是干什么呀？阿达米，米米，谭妹妹，我来救你了。不许你去！你想让他死吗？让一下！梁小姐，素心，你可来了！让所有会浮水的全都下水去寻，还有找2名护卫拉开梁子轩，不能让他靠近阿谭。再找些人拦开后面那些百姓，不能让他们知道落水的是阿谭。你又是谁？带下去，严审。是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救命！救命！又是你！若是真救了个大家闺秀，我老吕家可就发达了嘛！哎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表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阿谭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阿旭，听说你带了个姑娘回来，真是日出西山水倒流啊！若你在功名上能有看热闹的半分上心，国公爷也不至于日日嗟叹了。我要那功名有何用？即便是高中状元，也没我线下赚得多。爷，姑娘落水受寒，我去准备一碗姜茶。落水，不会是明家小姐吧？啊不，我方才听说码头处有人落水，忙赶过去瞧热闹，打听出来原是昌国公府的小姐着急救人，便猜许是明家小姐落水了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梁子轩也在，还不顾众人劝阻，下水救人去了。瞧他那架势，知道的说是救人心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早有预谋。一女子落水失身，被一男子当众救起，还有何清白可言？你说那个梁子轩，他不会真的是故意的吧？明梁两家早就有婚约，他此举就是让明家再无退路。两家的心思已昭然若揭。不过这桩婚事，他们休想结成。派人将此簪送去明府，就以他家小姐已回府为由，让人赶紧去码头将此事圆过去。表小姐，表小姐，表小姐。
表小姐，表小姐，您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家小姐亲手做了圆子，正等着您过府品尝呢。他说什么？小姐在家都等乏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吧。哦，原是令国公府的世子落了水。对，梁世子落水了。本小姐方才路过时，恰巧撞见，正派人相救呢。只许他丢人现眼，还不许我们笑话这就是来看这首歌。闭嘴！就是这儿了，走。哎，王兄，明小姐醒了。你是何人？明小姐不必惊慌，在下张怀玉。是你救了我？张某可没那么大本事。来，救你的人是他。又是你？哟，你俩认识？不认识。明小姐，方才你溺水遇险，若不是我们阿旭出手相救，你现下恐清白难保了。那多谢了。哎，明小姐，明小姐怎急着要走？不再多歇会儿？不管今日你出于什么目的相救，在场3人，全当此事不曾发生，日后也不必再提。昨日之事，我未曾向任何人提起，还望阁下今后莫要再伤及无辜，牵连于我，你我就此两清，日后也不必再相见。下回姑娘溺水，最好寻个无人之地，这样便不会再遇着任何人。昨日你俩之间是发生了何事啊？我瞧这位公子颇为面善，好心提醒一句：万勿和不法之人沆瀣一气，理应及时割席，以免自讨苦吃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明小姐，方才忘了向你介绍了，此地便是上京城最为繁华、人人流连称颂的高雅之所——别玉楼。日后明小姐若是得空，欢迎常来赏光。哎，水英，这位是我们别玉楼的水银姑娘，方才便是她照顾的你。多谢。明小姐，方才你脱离昏厥，现下安心歇着便是。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吩咐水银姑娘。明小姐，先把姜汤喝了吧。爷，梁府有动静了。梁府。阿谭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你别是听差了。那人拿着小姐的照水簪来府上，便是这么交代的。我原还不信，待去了南御河街，才发现此事不假。先找到阿谭再说吧。是。这位姑娘有什么在下可效劳的？不必麻烦，我找人。不，哎，姑娘所寻何人？在下可以帮你找。不必麻烦。哎，姑娘，在下在什么下呀？我都说了不必麻烦。还有，大冷天的扇什么扇子？坐。姑娘，起开。哎，
站住！你干什么？你要拿扇子当斧头砍我啊？你不是要找人吗？我知道。要想知道人在哪儿，先给本公子道个歉。道歉。道歉没有，拳头还有一个。带路。阿唐，阿唐，人呢？哎，奇怪，方才明明，他哪儿去了？爷，据张吉供述，林国公贪墨一事与朱二之父休戚相关，只是林国公夫人已连夜将朱二送出了上京，正一路向南。且慢，你为何要追查朱二？为何要探查令国公府？你究竟是何人？意欲何为？不想死，就别多事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管的少管。梁府之事，我若真的不管不问，才是没几日可活。我未婚夫梁子轩与朱二暗中苟且，且还珠胎暗结。他一旦离京，此事便再难查证，我就退不了婚了。我瞧着，你也不像是什么穷凶极恶之人，否则方才也不会救我。我不管你是为何目的调查令国公府，但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，我们也勉强算是一条船上的人。你不会忍心看我一个无辜之人受梁家连累，一生不幸吧？姑娘注重名节，可我就一匹马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不便带姑娘同去。哦，你说什么？我让你将这桩婚事落定，没让你动歪心思。原本计划顺利，便能将婚事提前，我也没想到，明坛他竟会浮水呀！你还敢狡辩？信儿、谭儿没事，若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梁府全得跟着陪葬。相爷息怒，都怪我心急想差了，由着夫人胡闹，才惹出这档子事儿。重新下聘，不过数日。你何必再节外生枝，还以谭儿的名节做赌？你到底在急什么？嗯？是轩儿她与监内的外甥女有了孩子。相爷，此事我先前真是毫不知情，不过我已将人送走了。大局将定，你却频频生事，你是嫌枢密院副使一直不够威风高位，还是觉得谭儿高攀了你们梁家，非要嫁给你这个不成器的儿子？相爷息怒，那人已将珠儿许给了利州乡下管田庄的一个管事，他不会再出现在上京了。你如何保证他日后不会再出现，不会捅什么娄子？让他消失。